邵康，歡迎來到 TVBS 邵康戰情室。我們想特別來賓林別用議員、藍玉軒小姐、王鴻薇委員、李明璇議員、唐湘龍先生，又打了。哎呦，這本來覺得已經不打了嘛，又打了哈，油價又跟着漲了哈。停火，川普說結束了，沒有什麼停火，再打，罵伊朗，他是癌症，把它切除，有病就把它幹掉，把它切掉，說暫時破局，美軍打伊朗。川普說：“我如果再來一次就更慘，再來一次就更慘啊！而且伊朗這些領導人是人渣，是騙子，是邪惡，是暴力的人啊！我不想跟他們打交道，他們是兇殘的家伙啊！而且呢，原來簽那個60天的這個暫時停火的備忘錄呢，已經完了，而且跟伊朗打交道浪費時間啊！講了半天都違規啊！那本來說今天晚上要再打伊朗，後來又說算了。”說呢，這個我不認為戰爭會再起，局勢會變得更安全，又怕，因為他一打仗的確會影響到油價，油價立刻上漲了，也怕影響到股市啊。美軍證實他們就跟伊朗展開新一波攻擊行動，打了80個地方，90個地方，所以呢，這個恐怕這一打，你打了伊朗因為報復嘛，美國官員說我們先打伊朗幾個巴掌，那伊朗談判代表說美國不明白。他霸凌跟違背承諾，不再毫無代價，要付出代價，到底誰違規？美國說伊朗，伊朗說美國。那而且呢，巴林、科威特美軍基地也被伊朗打了。伊朗說你打我就打，你打我現在的第一階段懲罰性打你，好像誰也不示弱哈。川普這次到土耳其參加這個會議哈，北約的會議很奇怪哦。他去的時候坐空軍1號新的飛機，卡達送他的4億美金，回來之後改他舊的飛機，而且把窗簾都拉上，飛機上窗簾，說我現在是他們暗殺的頭號目標。那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坐新的飛機就會被暗殺呢？為什麼坐舊的飛機不會呢？難道懷疑人家卡達在飛機上裝什麼東西嗎？什麼監測嗎？什麼之類？像以前美國在俄羅斯的大使館，後來拆開發現牆裡面有幾百個這個監聽器。各種東西所以美國現在在俄羅斯，只要所有建築都要去派自己的工人材料，自己從美國運去，不敢用當地的。那去的時候搭人家送的飛機，回來要搭自己舊的飛機，也很奇怪。那現在川普對於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也不耐了，他說呢要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飛彈，愛國者飛彈一套要10億，那麼貴那非常貴那美國現在來不及做了。所以呢，就是乾脆叫烏克蘭做好了，我跟你技術你那邊做為什麼呢？因為烏克蘭其實軍工的技術不錯的，老共的第一個那個航空母艦遼寧號就是烏克蘭做的，所以他蠻厲害的所以呢，乾脆我給你去做，而且呢，幫助烏克蘭去打到俄羅斯的腹地，然後這樣的話也許很快就結束了。意思就是說呢，烏克蘭最近打得還不錯所以我看給你，然後呢，戰事升高反而會停止，在那邊打得不死不活，反而一直打下去那川普說。這個普丁跟澤連斯基都很難搞，最好他們兩個見面自己談吧。我們看一下，爆炸火光來自伊朗阿巴斯港，遭美軍攻擊起火。人在北約峰會的川普下令美軍中央司令部對伊朗展開新一波軍事打擊，炸了超過80個目標。川普氣到在社群狂發伊朗被炸畫面，警告伊朗膽敢報復，下一次更慘。其實空襲前，川普就表示他可能不再打算跟伊朗達成協議。They'll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ll go have a news conference and say we never even talked about it. They're cuckoo.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se people. 雙方最大問題是伊朗想控制荷姆茲海峽，過往船只得聽伊朗指揮，美軍出擊要瓦解伊朗威脅航道的能力。被打之後，伊朗發射飛彈報復，依舊是中東的美軍基地受害。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saying that it launched drones and missiles against 85 U.S. military sites in Bahrain and Kuwait. مبدأ هر گونه پشتیبانی از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رای تجاوز به حاکمیت و سرزمین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هدف مشروع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خواهد بود. 伊朗的首席談判代表也批評美國違反諒解備忘錄，美伊互嗆違反談判，協商期60天還沒到，再度互轟飛彈。那湘龍，咱們什麼時候要停啊？到底還繼續幹呢？還有烏克蘭跟這個
這個俄羅斯真的能夠像川普講的，兩個頭坐下來面對面談判嗎？两個都不太可能。第一個就是我們先看美國跟伊朗，美國跟伊朗，反正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嘛。那伊朗就很清楚的講，就是荷姆茲海峽最少這60天大家都可以走，但是必須要走我規定的，走北邊。那但是這幾條被打的船，它走南邊，照美國的。那我認為背後是有陰謀啦，因為走的這兩條，這被打的2條船，一條是卡達的，一條是沙特的。卡達跟沙特這兩個國家，雖然之前在衝突當中呢，也被伊朗報復了，可是卡達跟沙特，伊朗現在在辦國葬，這兩個國家都是派代表團。那所以就是讓這兩個國家呢，在通過的時候呢，看你伊朗打不打，但是伊朗照樣打。伊朗即使辦國葬的時候呢，知道你美國在幹什麼，照樣打。美國存心的就是拿他們當餌去釣一下伊朗。好，那打了之後，美國當然就沒有面子，就是伊朗告訴你，就是說反正經過可以，但是就是要照我的，你美國講話都不算，所以美國就會有一波的報復。但是美國的報復發洩一些情緒，因為畢竟在開北約，總要讓自己的兄弟姐妹們看一看，今天當大哥的力量還是很大。但是打了，你看到就是現在伊朗人潮。伊朗各個城市裡面白天都聚滿了人潮，德黑蘭的馬路上面隨時都塞滿滿的。那這個哈梅內伊的靈柩呢，才剛到了伊拉克的聖城，才剛回來。換句話說呢，現在還在國葬期間，如果真的要對伊朗造成重傷害，它其實非常的容易。但是伊朗在不在？伊朗也不在乎，因為伊朗現在在一個空前團結的狀態。整個在國葬期間，我認為伊朗的反美情緒達到空前的高點。你看到在2000萬人參加，你看到那個葬禮上面來講呢，除了哈梅內伊的頭像照片之外，最多的就是川普的頭像。那所以你會在現在的反美的情緒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說打了之後，那會不會再打下去？川普講的，我覺得任何從川普嘴裡出來的東西，你都不需要去分析，因為它都沒有意義。除非呢，川普簽了字都不一定是有用的。所以川普講的，你就是馬耳東風聽過就好了。但是是不是以後就不會有衝突？也不會，反正談打，這個呢是標準的衝突模式，最後終究會打到有一天大家累了，慢慢的就都停止。會不會有一份的終結協議？我還是很悲觀，因為呢那個呢非常非常難。好，那至於美國跟烏克蘭把愛國者飛彈呢給烏克蘭呢去生產，因為第一個美國生產也來不及。第二個呢，這個呢交給烏克蘭生產，無非從烏克蘭身上賺點錢，因為北約這次的峰會裡面呢通過了給烏克蘭的700億美金的援助，700億歐元的援助，700億歐元的援助，這麼大的錢。川普這次去北約幹嘛？他幹嘛這麼乖乖的坐滿了3天？無非就是呢，除了逼大家呢，每一個國家呢都把你的國防預算呢提高到5%，都簽字。這個是這一次川普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只要是北約買軍火，北約總體的軍火60%都是跟美國買的。美國是今天到去年為止，它仍然是全球軍火交易市場當中42%的佔比。這42%裡面，在北約的部分呢，就佔了絕大的部分。好，所以呢，他現在呢，就等於是在北約呢要賺錢。那北約竟然編了700億歐元要給烏克蘭，那當然是賺烏克蘭的錢。所以呢，在他自己既生產不及，同時呢，又希望能夠讓所有的烏克蘭需要的防空武器在地化，所以呢，交給烏克蘭。但是如果因此就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有坐下來談的條件，我認為以現在大家交手的情況來講，都是給北約峰會做的一個表演。但是距離停火可能還有很長的時間。其實我覺得對川普來說，他說：“哎呀，這個伊朗就像這個癌症一樣要切除，他每事都是這樣子哈，就是大話說盡，狠話說盡，就像潑婦罵街一樣。但是呢，最後川普都會塌口。其實你可以看到，從這個美伊戰爭這爆發之後，有多少次這個川普啊一直在大罵伊朗，好，甚至講說他一定要毀滅他，好，讓他不再存在。那其結果最後呢？”還是有這個停火協議，那而且現在變成說，到底美國敢不敢打下去？那大家都知道，因為美國有期中選舉，所以美國基本上他敢再重啟戰爭嘛？所以他現在雖然話講得很兇，但他也告訴你，哎呀，應該是不會再有戰爭了。那但是反而看伊朗啊，就說伊朗他現在因為他攻擊了在這個荷姆茲海峽的
商船，所以導致了這一次的這個和平協議，那現在好像是變成廢紙一樣，作廢一樣。我覺得大家可能在觀察這個伊朗的政權，本來伊朗原來的神學式政權，在他國內在美伊戰爭爆發之前，其實伊朗的國內是對神學式政權是非常反感，好幾次甚至出現了整個上街頭的抗爭，而且死了很多人，所以才有美國認為說，我今天發動了這個戰爭，可以把這個政權拉下來。但是沒有想到，這一場戰爭反而激起了伊朗的愛國主義。就剛才講說，當他的前首領哈米尼的葬禮的時候，結果大家都走上街頭，他反而變成一個民族英雄。大家把他變成民族，反而對美國就說我們一定要報復。所以對於很多的政權來說，其實我覺得對伊朗的神學式政權，或者是对以色列的納坦雅胡政權，可是對他們來講，有一些戰事事實上對他的政權是有利的。所以反觀在美伊針對，就說這個戰事要不要繼續的持續下去，我覺得有一些不一樣。好，那另外川普說實在，他現在講說，哎呀，普丁很難搞啊，澤倫斯基也很難搞。老講哪一個國家好搞啊？尤其發生戰爭，怎麼會好搞呢？那當時川普不是大話說盡嗎？在整個他就任之前，他就說我就任24小時之內，這個俄烏戰爭就會停止。當時他是這種說這種大話，然後還那個異想天開哦，天天在想說我可以拿諾貝爾獎，現在也不敢講，自己變成去發動戰爭。所以對於川普來說，不管是俄烏戰爭也好，或者他自己發動的美伊戰爭也好，事實上戰事都很難的去停息。那所以我覺得以現在來講，第一個，川普沒有辦法解決俄烏戰爭；第二個，川普也沒有辦法去解決他自己身為其中之一的角色的那個美伊戰爭。所以這兩個戰爭，我覺得仍然會影響未來整個的國際的情勢，就像。大家覺得說，美伊戰爭不至於擴大，但是整個就是國際的油價仍然會受到這樣的一個波動。反正戰爭這種事情這個就是不容易，不應該輕啟了。一旦你很輕啟的一個戰爭開始是很容易的，結束是非常困難的。你看這近幾個戰爭要結束一個戰爭，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難。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那麼國台辦大陸罵古立言，你是台灣的太上皇啊，你已經背離川普了。川普跟我們這個習近平會面的時候講啊，兩個關係要什麼戰略性的什麼關係啊等等，怎麼你怎麼要把台灣搞成什麼蜂巢刺蝟然後呢什麼天上飛的、地上飛的、水面上飛的、水下的，通通是無人機，像蜂巢一樣，你怎樣是太上皇啊？還跟盧秀燕在台中辦什麼無人機什麼研討會，什麼意思啊？好，那麼國台辦很不爽那盧秀燕還特別強調，中部是無人機的重鎮啊，因為它很多基礎金屬工業啊等等啊，所以呢要開放空域啊，讓他們試飛啊。我做了無人機不能試飛那怎麼辦呢？所以呢，古立言說呢要打造無人機的蜂巢，國台辦就說很生氣。說中方嚴肅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態跟行動。上次王毅已經打電話給盧比歐，就說不要跨越紅線哦。現在國台辦又講了所以川普昨天還宣布說，習近平9月24號要去美國訪問，我已經花了幾千萬把宴會廳啊，什麼停機坪啊等等要迎接他，意思呢就是說，我都已經花了這麼大功夫要你來了。但大陸現在講法是說，你有沒有違反你當時的承諾呢？但是 AIT 就說，我沒有把自己當太上皇，我們美國對台灣的承諾跟政策是不變的那另外呢，林濁水批評林水都把大家都罵一頓。他第一個呢說，現在北京像是中南海的太上皇，所以呢，國民黨的中央被太上皇加持呢，現在很囂張無敵。其次呢，國民黨立委碰到中南海就昏庸、昏聵、軟弱難以想象然後呢，這個遇到民進黨又認為自己是多數民意
然後呢又很這個強勢。第三個呢，他說我們的憲政體制沒有辦法讓多數民意主導國家政策，所以賴清德是少數民意，但在主導國家政策所以把他都罵了，把共產黨罵了，把國民黨罵了，把國民黨立委罵了，把民進黨罵了，最後執政黨的政治縱橫捭闔能力完全不及格。你民進黨照理講，你是執政黨，你應該有資源啊，你應該想辦法要協調，這也沒有這個能力好，那麼另外呢，美國國務院說，中國前2天在從潛艦試射那個飛彈呢，通知太倉促，沒有遵循聯合國的5個常任理事國的慣例，中美印發書，照理講在24小時以前通知我要發射，就他在前2小時還是3小時通知，所以太倉促了那另外呢，吳釗燮說，老共嚇止不只是台灣了，日本、菲律賓受威脅他這主要是給美國看的不只是給台灣、日本、菲律賓看的。我們看一下，一段時間以來，古立言俨然把自己當成太上皇，不斷對島內政局說三道四，企圖壓制反對台獨和維護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興風作浪，支持民進黨當局謀獨挑釁，故意歪曲兩岸現狀。很明顯，川普訪問中國大陸之後，他們後來設定說是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候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對習近平承諾什麼？至少返回美國的時候，在飛機上，包括對許多美國的媒體的回應，就說對台的軍售以前是6項保證是事先不跟北京磋商的現在結果是要跟北京磋商的。第一個違反6項保證嘛，第二個美中關係、美中台的大的架構有沒有改變了？顯然是改變了嘛。所以實際上除了媒體披露了之外，到底川普對習近平有承諾了什麼？所以現在包括剛趙大哥也提到嘛，你7月初的時候，盧比爾跟王毅有通話嘛，通話那時候王毅講法就說，台灣議題是牽一髮動全身，希望美方戒之慎之又慎就說要謹慎所以除了川習會之後，包括盧比爾跟王毅的談話，紅線畫在那裡，顯然是牽動的就是軍售的問題嘛。那軍售的問題，現在除了川普對於140億到底要不要批，還在他桌上到底要不要批之外，他到底是緩兵之計，還是真的為了美中建設性的穩定架構不批了，暫緩了，還是全部都取消了？那現在到底紅線到底呢？除了軍售之外，所有美方未來對台軍售是變成都是紅線，這當然是很麻煩、很棘手2大之中難為小。那台灣到底現在能操之在我嗎？還是我們要養美中大國的一個鼻息？就說現在無人機條例，現在包括送到立法院，民進黨是全部編在國防部，那變成是武器採購。那對國防來講，是不是我們要扶植產業？比如說盧秀燕盧市長的想法說扶植產業鏈，那是不是我們有一些預算回到年度預算可以編到經濟部？那完全是不一樣的概念啊！我們是扶持無人機產業，而不是作為一個軍工產業，那是2回事哦。所以現在到底紅線是什麼？顯然北京或中國大陸有他的立場嘛。你包括大陸的學者也出來提到如果美國對台軍售140億恢復的話，那就紅線。所以現在是這樣子啦。我覺得。當然，國台辦的講法我不一定認同啦。那在過去軍售條例在審查的過程中，古立言包括穿梭在立法院，是不是有些超越了包括遊說吧？是不是他有如太上皇一樣？這當然是見仁見智啦。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地位真的很微妙。那至於说林書緯講的，把所有人都批評了一遍，如果照他講的說，如果要遵照多數民意的話，請問藍白現在國會多數席次如果照這樣子的話，藍白是多數民意，那為什麼執政黨不遵照多數民意的做法？所以到底第一個軍售怎麼樣？第二個無人機光芒會到立法院，我建議啦，真的要聽多數民意的話，還是要遵照藍白的想法了。來，朋友，無人機條例其實現在好像4個版本都已經複委了，這個其實等一下委員可以補充一下。但我覺得這幾個版本，我之前也提過，就是說，關鍵應該不是在到底是哪一個機關來主管，因為其實就無人機現在整個全球的趨勢來說，我必須講，就是它在
需求上，其實當然就比較偏軍工的需求，因為一般性的比如說經濟性的農業的啦等等之類，它需求量沒那麼多的時候，你要去刺激一個產業說它有很大量的生產的話，其實比較困難。一開始烏俄戰爭的時候，其實烏克蘭的產量非常非常少，但它現在一個月產量大概1萬架以上的時候，它突然這個就因為烏克蘭的這個戰爭的需要的時候，無人機的產業是整個非常蓬勃的發展那全世界也開始看到這個新型的這種武器可以防禦做使用的時候的那種帶來的效果，可以以小博大自我防衛的效果。所以其實我覺得的確在策略上就是說，包含你到底要定這種特別預算還是長年度的預算還是說是由哪一個來主導的時候，我覺得還是要回歸一個市場的需求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樣會比較理性來看待了。那我順便補充一下，就是關於就是中國試射這個彈道飛彈的事情，的確就是說，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長程的戰略型的導彈，它的射程長達7400公里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如果說發射點比較靠近太平洋中間的話，其實對美國本土是一種威脅，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時候做這樣的一個試射的那一種戰略宣傳的效果是非常強烈，不是說單純的就是對誰，像他們就在講說，連日本啊，連菲律賓，甚至我覺得連澳洲都會感受到說，中國它在這些事情上它有一個蠻堅定的表態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所謂有核武性質，其實已經很久大家不太討論這個題目了，但是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只有2個小時給大家反應的話，用那種比較傳統的機制來看的話，我覺得還是有點危險。但中國還是採取了這樣的措施的時候，我覺得要去更謹慎的確認，就是說他到底有哪些事情让他去想要做這件事情，就是不想給你有反應的機會，甚至就測試你說你傳統這些國家在核武的防禦機制上是不是還是用那種過去的做法。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危險、蠻有風險的事情，但中國還這樣做，所以我覺得其他周邊各國應該要想一下，就是中國到底真正的目的，或者说他真正在意的事情是什麼。我也在想就是你说中国反正要發了嘛，你就算頭24小時告訴通知我要開始試射，也沒有什麼，但是可能這時候別的國家會抗議，所以你不要，那這時候他是要還是不要呢？他如果要，那他不可能要嘛。他如果說好，因此我就不射了那就是說要不要就這樣講了，他不可能不射。對不對？那既然不可能不射，那你們叫我不射，我還是射，那不是更得罪你嗎？還不如我乾脆不告訴你，老子就幹了，就是這樣子。蘭萱，我覺得這個問題講到的就是這2個話題，不管是有關於試射飛彈也好，還是包括了這個國台辦批評這個武力演也好，我覺得剛好是一個目前的印太地區的一個美中台很敏感的一個情況。就是說，第一個，我覺得針對呢這個國台辦批評古立言。古立言不過就是一個 AIT 的處長，你說他去罵這個古立言幹嘛？還罵他是太上皇？我覺得他更指着兒子罵老爸。就到目前為止的話呢，你說他是不是認為習近平他會認為川普你到中國大陸去訪問，講了一切的好話，然後講完之後的話呢，你對台灣，我們希望你不要賣的軍售你也暫緩賣了，我們希望你批評的台獨你也批評了，然後呢，然後你卻讓古立言到台灣來，哇，說盡了一些呢要如何的保衛台灣啦，如何的繼續賣軍售給台灣啦，絕對不會理中國大陸的任何態度。我覺得對於中方來說，他又不是傻子，他聽了一定會覺得說，這是在玩兩手策略嗎？這是在玩黑白臉嗎？所以我覺得已經連續2次，就王毅打電話給Rubio，包括呢國台辦再次發言批評這個古立言，就擺明了讓美國知道說，如果你在玩兩手策略，我是知道的，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所以到底就是說，他说我會嚴肅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態，意思說你到底是川普表態說了算，還是古立言表態說了算？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相當程度是中國在警告這個川普，就是川普這段時間說什麼我準備了宴會廳啦，我準備了白宮的什麼停機坪啦，我覺得好多上千人都會來想要見習近平，哇，這話的講得多好聽啊！但事實上，我覺得這個川普就是他這個人個性就很喜歡那種很吹捧式的、很誇張式的、很華麗式的一個說法，但是中方就告訴你說，我大概我會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在玩什麼，你要我去，你答應我的事情，請你做清楚。好，那反過來說，我覺得如果說今天確實是美方在玩兩手策略，那對我們來看，我們也必須要去看穿他在玩兩手策略，不是嗎？今天中方不會單獨相信川普的說法，同樣的，我們也不應該去單獨相信古立言的說法。事實上，川普，你說如果好，我們剛剛講這個飛彈試射這件事呢，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讓它從原本的陸基飛彈，現在變成在海基，就是你可以透過艦艇，然後呢，這個艦艇還會跑的。今天我在渤海的時候，我發射了一個近1萬公里的地方，就可以打到美國本土了。穿越第一島鏈，穿越第2島鏈，可能會到達第3島鏈。那如果我再開遠一點呢？那當然可以打得更遠啦。所以你說今天日本抗議、紐西蘭抗議、澳洲抗議有沒有道理？有道理。但我第一時間就在看，那美國呢？
美國從頭到尾沒有抗議，沒有吭聲，一直到昨天才會有國務院官員出來說：“哎呀，應該先通知的太倉促了。”你不覺得這個強度差太多了嗎？今天過去的美國一定會說批評中國大陸，你為什麼要去騷擾區域安全？你為什麼要這個進行恫嚇？結果他今天沒有他今天只用技術性的說啊，你太晚通知了，這個太晚通知的話，這樣子大家意思好像有點傷感情。那問題就像趙之前講的一樣，那我早通知又怎麼樣？我晚通知又怎麼樣？其實你照樣都會打嘛。所以關鍵在於說，美方的態度似乎是因為川普方面期待習近平到訪，所以他軟了嘛。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呢，當中國不相信川普的片面的溢美之詞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也不應該去相信古立言過度的安慰我們說啊，你放心，美國會保護台灣的，你放心，我們的軍事會賣你的，不是這個樣子啊！你看川普的做法，他真的會保護印太嗎？你看到目前為止，該要去表態的這個可能是搭載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不是非同小可。由於這段時間，如果你要看遠一點的話，包括日本、包括菲律賓，在我們東邊，它為什麼在東邊？東邊是所謂的中國大陸外力介入台海局勢最主要的第一線，美國要來就從東邊來，所以今天在東邊想辦法圍堵你的時候，日菲要圍堵你的時候，今天中國大陸也到東邊來，所以意思就是說，它針對不管是射飛彈也好，不管是日菲的聯手，都是衝着美國而來。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還去片面的相信美國對我們很好，所以我就認為啦，這個整個事情結論就是美國就是在玩两手策略，中方不相信，只有我們相信。美香要補充，古立言是不是太上皇？當然這是大陸的用語。可是我們終究要認識到，就是說，古立言在台灣現在有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就是在台灣的公開的政壇活動的，唯一能夠讓藍綠白都能夠講得上話的，竟然只有他一個，其他的都無法對話，只有他能夠要跟藍的講就講，跟白的講就講，跟綠的講就講，而且都講得通。坐下來之後呢，都一團和氣，大家都乖乖就範，只有他一個。那他是不是太上皇？大家自己定義。在大陸方面來講，大陸在定位古立言，不是只有王毅跟 Rubio 的通話，不是只有呢昨天國台辦的講話，在7月4號、5號這2天的時候，《環球時報》兩篇非常重的評論，那個評論呢是對古立言定性的，除了呢強調他是呢歷來最出格的、最越線的駐台的這個主任之外，同時呢定調他妨礙統一，定調他呢以武謀獨等，那個呢罪名是很清楚的。那個近乎就是說，針對古立言這個人，你要給我一個說法，我要在古立言這個人上面跟你攤牌，這個呢很可能是接下去呢中美高層繼續互動的重要的條件。所以呢，我們在看這些談話的時候，他不是只是叫古立言收斂一點，而是古立言這件事情呢，讓北京方面來講，大概已經受不了。台灣能不能受得了？那台灣有主觀的感受，但是今天的兩岸關係，大部分呢都不是在台北就決定的，而是在華盛頓跟北京決定的。本來啦就是說綠的是有資源跟藍白對話，你是執政黨嘛，你有資源嘛，但是賴清德就不對話啊，這很奇怪嘛。柯文哲不是講嗎？他我等了很久啊，以為賴清德會跟我講話。他也不跟他講話，還把他給關起來了，還判了刑了。所以當你綠的本來你有這個條件去對話，你放棄的時候，那到時候就變成古立言就代替這個角色了嘛。古立言本來跟民進黨就可以講話嘛，那跟藍的也講，跟白的也可以講，就變成今天這個局面嘛。休息一下再回來。